Hello everyone，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如果有个男人渣得明明白白，却让人讨厌不起来，那是什么原因？必然是因为帅。有一个男人每逢帅哥盘点，必以绝对优势占据榜首。有一个男人，我要用霸道总裁文的句子描写他，柔光照在他那张雕塑般的脸上，有棱有角的脸，俊美绝伦。蔚蓝的眼眸如大海一般深邃，让人不小心就会沦陷进去。高挺的鼻梁下，薄薄的嘴唇勾勒出完美的弧度。荧幕上，休格兰特有着大众情人的称号，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风流多情的花花公子，与各种女星的绯闻不断，被朋友爆料每晚换不同的女人。他就是那个进局子依然保持潇洒的男人，休格兰特，人送外号渣修。1960年9月9日出生在英国伦敦的男人，毕业于鼎鼎大名的牛津大学，演出过《你是我今生的新娘》、《新娘100%》、《真爱至上》、《BJ 单身日记》等多部知名电影。休格兰特和霸道总裁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霸道总裁，我就是喜欢你的真诚善良，我就是喜欢你的与众不同，我就是只喜欢你一个。休格兰特，我这一生就是要放纵不羁爱自由，潇洒风流到白头。1994年，一部小制作电影《你是我今生的新娘》，英名《4个婚礼一个葬礼》，让休格兰特拿了金球奖最佳男演员。他在里头软软萌萌，简直像是一只金毛，头发蓬松，黑框眼镜也遮不住他下垂的桃花眼，笑起来一脸羞涩，一紧张就脸红到耳根。用一个女作家的话来形容，就是帅且邋遢，自带废柴气质，英俊温和，有点迷糊，相当喜剧，一点不招人讨厌，但完全靠不住。因为太受欢迎，他又顶着这个半永久造型演了《真爱至上》和《新娘100%》。《新娘100%》里，他演一个书店老板，茱莉亚·罗伯茨一个顶级女明星，女明星爱上了他，主动跟他表白，写爱情片也要遵循一点基本法。这种剧情怎么看都鬼扯到不行。但就是因为休格兰特演的，看的时候全世界人民都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女明星果然独具慧眼。后来他实在是演纯情男人演腻了，于是 BJ 单身日记里他演一个渣男，和科林菲尔斯同场竞技争夺女主角的欢心。由于这个堪称白日梦顶配的选角阵容，2001年电影上映后拿了2.8亿美金的全球票房，那可是20年前的2个亿票房啊！星途这么顺，票房、口碑、奖项都有，但休格兰特打从心底里看不上自己的工作内容。我永远都有一种自卑心理，我可能只不过是个从浪漫喜剧出来的人，而他们才是演什么像什么。后来他又演过一个浪漫喜剧《K 歌情人》里，男主角认为自己的作品只是餐后甜点，倒是跟他本人的心声形成了奇妙的互文。国内外演员接戏的鄙视链都差不多，除了主旋律大片外，大家都想演悬疑犯罪片，因为有逼格，每个人都在寻找下一部隐秘的角落，企图在这样的剧里占坑，然后实现咖位飞升。鄙视链最底端的就是小甜剧，基本上起的都是新人演员，演员一旦靠甜宠有了名字，就不会果断寻求转型。休格兰特是牛津大学英文系毕业的，你可以用脑子替换成一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美人，每天泡在片场拍无脑甜宠剧，他是不是会一边挣钱，一边对自己的职业充满了微妙的看不上？业界对他的演技也评价不高，李安说他演戏无聊，盖里奇在他演戏的时候下棋弹吉他，他成为浪漫喜剧的末代明星，最后被彻底定型了。资源那么好，却早早的碰到了事业的天花板。休格兰特的办法就是积极自嘲，访谈里他永远是调侃一切，调侃自己的态度，适度的不得志是很性感的，太过于志得意满的人会丧失性魅力。要知道，当一个人明明做出了绝大多数人已经望尘莫及的成绩，但他对此感到厌倦，积极的自我贬低，这种反差是很迷人的，前提是你不会去看他的生活。1995年6月27日晚上，
洛杉矶警察恩尼与他的搭档女警特莉正在落日大道上执勤，他们正在监视好莱坞日落脱衣舞俱乐部的一名应招女郎。一辆白色名车停在了应招女郎身边，两人聊了片刻，女郎钻进车内驱车离开。两位警官一路小心翼翼地跟踪，白色车子找到了一条偏僻的街区停下，两名警官等了一会儿才下车上前去敲车窗，结果发现司机竟然是休格兰特。他与那名应招女郎正在做着不可言喻的动作戏。休格兰特没有狡辩，在警局里选择了认罪，被罚了几百元美元。而此时远在英国的伊丽莎白·赫利正在忙着为聚会做准备，她突然接到经纪人的电话，得知男友休格兰特在美国好莱坞所犯的事后，极为震惊，久久不能平复情绪。1987年，赫利在拍摄电影《浪漫骑士》时与休格兰特相识相恋，在一起已经是第8个年头，超过了7年之痒，但一直没有结婚。赫利说结不结婚无所谓，因为休格兰特对于他来说已经像是家人一样。赫利宽慰自己，那个电话要是通知他休格兰特被车撞死了可怎么办？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最终赫利选择了原谅。但是赫利心里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从那之后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投注在事业上，不再是以男人为重，他的事业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的飞跃。2000年这段感情还是走到了尽头，两人解散了一起合办的公司并宣布分手。虽然宣称没有第三者，但是两人很快都被拍到各自约会新对象。与赫利分手之后，休格兰特花边新闻不断，但是都如过眼云烟，没有一段是长久的。2004年，他结识了英国社交名媛杰米马汉。关于杰米马的婚姻，网传的新闻内容有出入，有的媒体说他结过1次婚，也有的媒体说他结过2次婚。第一任丈夫是板球运动员，第二任是政客。另外，关于杰米马与休格兰特的交往，说法也不一。有的说杰米马离婚几个月后搬回伦敦，结识了休格兰特后开始交往，也有的媒体说是休格兰特插足导致了杰米马离婚。不管过程怎样，在杰米马离婚不久之后，休格兰特就与他飞到了法国南部的海边度假，而休格兰特完全不在乎被别人看到，他在海滩上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杰米马。已经结过1次婚并生过孩子的杰米马不在乎这位风流公子哥休格兰特会不会娶她。恋情公开后，他经常陪着休格兰特一起出席各种活动，还为休格兰特当参谋，帮他看他创作的小说文稿，并毫不客气地指出问题，要求他删掉那些他觉得不好的段落。而休格兰特这一次不知为何像是着了魔，竟然破天荒地向杰米马求婚。讲真，杰米马不但是离婚，还有2娃，颜值和身材也比赫利差远了。唯一的优势是有钱，不光是家里有钱，据说他离婚时还分到了一大笔钱。但休格兰特对朋友说，他觉得杰米马就是他未来的妻子。可离婚后的杰米马并不想这么快再婚，所以他果断拒绝了休格兰特的求婚。两人交往了3年之后，2007年2月18日对外媒官宣了分手的消息，说是和平分手。有媒体爆料说是杰米马的母亲反对女儿冲动再婚，但是这一次宣布分手2个月后，两人又被拍到经常一起约会。休格兰特否认了复合传闻。2010年，休格兰特在一家中餐厅认识了驻唱歌手洪庭兰，此前他已经在这家餐厅唱了6-7年歌曲，还曾是餐厅老板的女友。据说他成绩优秀，拥有硕士学位。休格兰特见到洪庭兰之后，便被他身上的东方韵味气质所吸引，开始展开攻势。而洪庭兰在与餐厅老板分手之后，又交往了别的男友。洪庭兰的男友后来出来接受采访说，洪庭兰自从与休格兰特相识之后，便逐渐疏远他，最后提出了分手，但没有透露他与休格兰特的关系。2011年4月，媒体爆出50岁的休格兰特约会31岁的中国女友，并且拍到洪庭兰肚子有些大，疑似怀孕。另外，还有媒体爆料，休格兰特在与洪庭兰交往期间，同时还与其他女人交往，脚踏多条船，私生活是过得丰富多彩。还有朋友爆料，休格兰特每天晚上都会换不一样的女人，积分打卡都赶不上他的速度。到了11月份，女儿出生了，休格兰特的发言人却说，休格兰特早已与洪庭兰分手，这个孩子是个意外，以后由休格兰特负责抚养。
这么说也没毛病，本来休格兰特与洪庭兰之间就是短暂的爱了一下而已，但是精彩的在后头。已经分手的两人因为共同抚养女儿，又情不自禁睡到了一块儿。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有了第一次意外，就会有第二次。2012年12月，洪庭兰又再次生下了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父亲还是休格兰特。而这一次，休格兰特也不用发言人了，自己直接在社交平台公布喜讯。他告诉大家，他的女儿有了个弟弟，可能怕大家不了解，还特意加了一句：“我是孩子的父亲。”然而，这并不是休格兰特第二次当爹。在3个月前，他的另外一位女友安娜也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安娜也生了一个孩子。所以，这是一出豪门争宠戏吗？不过很快，洪庭兰就凉凉了。安娜成功上位。安娜全名为安娜·艾伯斯坦，瑞典人，职业是电视节目制作人，个头高大，是个女强人。与休格兰特在一起，休格兰特变得好小鸟依人，正是应了那句话：一物降一物。后来几年，安娜又为休格兰特再添了2个孩子。2018年5月，57岁的休格兰特终于步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段婚姻，与39岁的安娜登记结婚。安娜笑到了最后。现在的休格兰特收心了，十分享受着做爸爸的感觉，经常在节目中分享与孩子们的乐趣，也算是浪子回头了。还是希望他能安安稳稳下去，别再传绯闻了。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